韦小宝，你承继了女人的功力，连自己也变得不男不女了。对呀，我好介意你哦。我正在绣条内裤给你穿呢。你看你多没良心，恨不得连衣服都不给那些小孩子穿。过来过来，哥哥给衣服你们穿。韦小宝不再和冯熙范磨磨唧唧，果断飞身进至六合童子身前，吸收了神龙教圣女8成功力后，金蛇缠丝手在小宝手中运用的可谓是出神入化，辗转腾挪间在场上飞速游走。众人还没看清韦小宝身影，他已经打完收工回到了高处两头。冯熙范这才看清坐下六合童子居然清一色内裤外穿，上面还写着六合童子使使，敢这么当众羞辱自己。冯熙范当即怒火中烧，他拿出皇上御赐的尚方宝剑，打算光明正大的斩杀韦小宝。事后皇上追问起来，自己也有借口推得一干二净，可不料剑拔出后却是袖珍版的迷你小剑。原来昨天晚上冯熙范深夜接到皇上紧急召见，赐他黄马褂和尚方宝剑，让其今天在东郊皇陵狩猎陪嫁。结果这个老六兴致勃勃地赶到时，周围空空荡荡，只有韦小宝和建宁公主在高处纳凉。如今结合手中袖珍版尚方宝剑，冯熙范才醒觉自己被算计了。朕明天想去东郊狩猎，不知道冯亲家有没有兴趣相陪呀？昨夜御书房那个是你？不就是我了？冯熙范被韦小宝戏弄得像个孩童，还被劈头盖脸问候祖宗十几代，气得他肺管子都快炸了。可随之而来的还有韦小宝轻描淡写挥出的一掌，力道竟如游龙一样苍劲有力，瞬间击碎六合童子的蓄力抵挡后，冲击波连同冯熙范也一并震飞。但这只是隔门挠痒，小宝表示自己还没出全力，你们就已经倒下了。而他现在一身内力之所以这么雄厚，是因为昨晚偷偷面见师傅陈近南时，得知今天他要和冯熙范决一死战，便将毕生功力传给了爱徒。经过一晚上消化，陈近南的至阳内力中和了小宝体内龙儿的至阴功法，所以他现在已是武道巅峰的强者。随后小宝再次狂扁六合童子，并亮出了海公公的独门绝技。六合童子被揍得浑身错误，可在冯熙范的丝线操控下，再次像个没事人一样飞扑而来。大老婆龙儿见状过来助阵，让小宝以针线刺入六合童子穴位，接着和冯熙范一样输出内力抢夺傀儡控制权。果然一番比拼过后，六合童子调转矛头反噬主子，一个个张开巨口肆无忌惮的疯狂啃咬，疼得冯熙范浑身一阵痉挛。无奈之下，冯熙范抽出大刀将其全部尸首分裂，接着欺身而上，使出全力砍出致命一击。小宝见状赶紧横剑阻挡，可两人加起来的力道重达千斤，当场震碎了脚下土槽，结果下面竟是一个空穴地洞。而两人平安无事落地后，发现清朝搜刮明朝的所有财富以及大清龙脉全藏在这里。原来这里就是42章经隐藏的惊天宝藏。现在我们随便抓一把都一辈子吃不完了，还打个大西瓜哦！对，你说的对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哇！随后两人再次展开厮杀，因为再多财富也抵挡不住小宝的报仇决心，他要将冯熙范碎尸万段。可冯熙范毕竟也是1等1的高手，一时间两人拳脚功夫不相上下。随着对战愈发激烈，冯熙范不小心踩中地上机关，紧接着一旁水池中铺天盖地射出无数半月飞刀，饶是两人轻功弹跳一流，也都不同程度受了重伤。冯熙范更是被一击飞刀入胸，战斗力大打折扣。他深知今天只有胜利者能活着出去，于是把银针刺入自己大脑，将体内潜能激发到最大，接着大招技能蓄力，嘶吼着向着韦小宝扑去。小宝看出他这一招非同小可，果断将全身内力聚于双掌，硬刚这势大力沉的一击，可终究还是不敌。韦小宝被震得直接倒飞回去，身后的龙儿以及剑宁伸手去接，也同样被余力震得口吐鲜血。看来这激发出的功力比原先高出了一个档次还多。小宝赶紧让龙儿开发他的潜能，而作为玩针线的鼻祖，龙儿虽不知道冯熙范开发潜能的技法，但却知道痛能将人力量无限放大。于是他用银针专刺韦小宝犄角旮旯处穴位，所谓十指连心，这种疼痛一般人一生都不曾体验过一次。小宝疼的感觉脑袋就快炸了，忘乎所以间差点把建宁脚趾咬断。为了让小宝松口，建宁索性将一把银针一股脑全部刺出，直接将小宝潜能给逼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冯熙范再次技能前摇着扑来，小宝全身正处于爆炸期，他立马将全身力气灌输双掌之上。这一次两人角色互换，冯熙范被震飞回去的同时，撞在龙爪上，就此原地立住。事后，龙儿催促韦小宝打碎龙脉，大清的江山也就会随之灭亡。可改朝换代，势必又会引来天下大乱，最苦的莫过于平民百姓。而现在皇上掌权，穷人读书，富人经商，四海一片太平。小宝不愿做让天下动乱的罪人，管他是谁做皇帝，只要是个好皇帝就行。随后几人带着冯熙范的尸体返回，时间刚好是53刻。大小双赶紧趁机制造出一波混乱，将死囚陈近南给换成了冯熙范。随着刽子手手起刀落，韦小宝已经带着老婆和师傅出了城。结果这时皇上带着大批兵马尾随而至，多隆赶紧上来给韦小宝嘚瑟。
韦大人，您猜对了，又是我出卖你的。这个人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是啊，是啊，哎呦！而皇上此行目的是担心韦小宝武功盖世，会像陈近南一样成为他的心病。韦小宝心思玲珑剔透，自然明白这一点，表示自己的心愿只是浪迹天涯，回归田园后过安稳日子，并且如今天下太平，人人都有饭吃，于情于理，他都不会做伤害皇上的事情。闻听此言的皇上倍感欣慰，果然韦小宝才是最懂他的人。他又如往常一抓之后，叛国贼韦小宝已经被朕亲手抓死，尸首弃置荒野，党羽逃去无踪，世上不会再有韦小宝这个人。对皇上而言，天地会吴三桂两大威胁已除，从此天下太平，国泰平安。而对韦小宝而言，从屌丝逆袭成了鹿鼎公，又同时拥有5位绝色娇妻，并且超家的财富以及皇陵黄金，足以让其一家后半生衣食无忧，妥妥的人生开挂大赢家。可见世上无难事，只怕伶牙又俐齿。哈哈，我随随便便就把皇帝给唬住了，众老婆，我们算了。